在公元1世纪的印度，宗教修行者们开始运用一种神秘的艺术，他们在石壁和地面上绘制一种几何图案，用以助于冥想和祈祷。修行者们相信这些图案是能够连接心灵与宇宙的媒介。这些图案的规律之美，让他们在冥想和祈祷时获得了视觉上的寄托，成为了他们集中心神、平静内心、实现心灵宁静与觉醒的强大工具。这种图案在梵语中被称为曼陀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和大家介绍了东寺中那些有趣的景点。如果您还没看过之前的内容，可以在我的频道列表中查找上一个东寺的视频。今天我将继续向大家介绍东寺的主要建筑以及弘法大师毕生构思的作品立体曼陀罗。东寺的大伽蓝区域接近一个正方形，约有255米的边长。这座寺庙包括了经堂、讲堂、食堂、御影堂以及五重塔等主要的建筑，每一个建筑都承载了深厚的宗教意义。其中讲堂中的立体曼陀罗被誉为是寺内最重要的国宝之一，它承载着千百年来宗教的智慧与精神实践。除此之外，经堂、食堂、御影塔和五重塔等建筑也各具特色和历史价值，共同丰富了东寺这一圣地的文化底蕴。跨入寺院的南门，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呢，就是经堂。一般来说，经堂是寺院里最中心的建筑，主要呢是放置寺院供奉的本尊。顺便聊一聊，在日本为什么有些寺院中这座建筑被称为经堂，而有一些呢被称为本堂。在佛教传入日本的初期，也就是飞鸟时代直到平安时代的前半期，这一个时间段建立的寺院中供奉本尊的建筑呢，被称为经堂。而在这之后，特别是镰仓时代开始建立的佛寺，主要是随着佛教在日本逐渐的本土化，便开始被称为本堂。所以朋友们在日本游览寺庙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建筑的称呼来判断寺庙的历史。另外，在天台宗的寺院中，这所建筑则被称为根本宗堂，在禅宗的寺院里被称为佛殿。东寺的经堂中供奉的本尊是让众生远离疾病、安宁幸福的药师三尊像，分别是药师如来、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这一尊药师如来是一座古老样式的佛像，与其他药师如来不同的地方是，佛像手中并未拿着药瓶。我们面对本尊的右侧呢是日光菩萨，左侧呢是月光菩萨。在药师如来的底座上环绕着12神将，他们的作用是保护并帮助如来实现愿望。这种风格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经堂呢和这些雕像在1486年一同焚毁后，由代表桃山时代的雕刻家康正佛师进行了修复，成为了雕刻史上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药师三尊像。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建筑是东寺开始兴建时开工的第一座建筑。因为它是朝廷所建，所以建立之初，经堂被要求呈现出官方寺庙的庄严姿态。此后，它在平安京的正门前威风凛凛地屹立了600多年。然而，在1486年的大火中被烧毁。现存的建筑是在官员之战后重建的。新建的这座经堂融入了桃山时代的特点，也采用了中国宋朝的风格特征。屋檐四角翘起的形态，在东大寺的佛殿和平等院的凤凰堂中也可以见到。屋顶下的门会在法会时打开，也被称作为散华门。这里是为了传承密教而建立的讲堂，是弘法大师毕生的结晶。这座建筑宽34米，深15米，被弘法大师定义为寺院中最中心的建筑。大日如来被放置在讲堂的正中心的位置点，也是大伽蓝区域的中心点。这座讲堂始建于公元823年，花费了16年的时间建成。当时寺院的讲堂以及经堂周围还围绕着一圈回廊，建筑的规模相当的宏伟。
可惜的是，在1486年的一场大火，将寺院内除了五重塔以外的建筑全部烧毁。在寺院烧毁的5年后，讲堂首先被重建，但是金堂和南大门直到差不多100多年后才被重建。公元2000年，在对讲堂的佛像进行修复的时候，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在摆放佛像的须弥坛下有木头焚烧的痕迹。这个焚烧的痕迹是最初讲堂竣工时，弘法大师在做密教正坛法事时焚烧护摩所留下的痕迹。在公元7世纪，有一位名叫龙树的印度佛教大师创立了密教，随后密教开始广泛的流传，在传播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地方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的元素，并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教义和仪式中，这其中就包含了曼陀罗。逐渐的，曼陀罗在密教中被视为一种具有强大灵性力量的图形，成为了密教世界观的展示。密教曼陀罗系统的排列佛、菩萨等，用来表达宇宙的真理，呈现菩提境地。密教曼陀罗包含了2种图形，分别是胎藏界曼陀罗和金刚界曼陀罗，它们分别代表了静与动、智慧与慈悲。只有这2者共存，密教的世界观才得以建立。弘法大师将曼陀罗以3维世界的方式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我们走进讲堂，就能看到整齐排列的21尊佛像。仔细观察这些佛像，有些是站立的，有些是盘坐的。这些都是从平安时代流传下来的佛像，由弘法大师从大唐带回，是当时世界上最先端的佛像。之后，弘法大师构思了这座曼陀罗的殿堂。从这张顶视图，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佛像的摆放位置。正中心位置的是大日如来，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围绕在四周的6尊天神，分别是4大天王以及梵天和帝释天，他们守护着正中心的如来，以及大日如来的变身，分别是菩萨和冥王。我们面对着中心的如来雕像，右侧的5尊菩萨是以金刚波罗蜜多菩萨为中心的5大菩萨，左侧呢则是以不动明王为中心的5大明王。天即守护佛法的天神。从东门进入讲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有着武将风范的持国天，他与增藏天、广目天以及多闻天被称为4大天王，他们分别守护着大地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4大天王的雕像做工十分精细，细节非常的丰富，堪称是4大天王像中最高水准的杰作。他们手持武器，表情庄严威仪，特别是那犀利如刃的目光，给人一种威慑感，让人心生敬畏。在须弥坛的东侧，中间的那一尊雕像为佛教界的护法梵天，他原是印度宗教中被称为创世主的神，后来皈依了佛教。他的特点是有4只手、4张脸，身体的曲线非常的优美。奇怪的是，4张脸中有1张脸是在头顶，而且尺寸相对较小。据说这种表现形式是根据印度宗教的原型创建出来的。西侧中间的佛像为帝释天，他是统治地上世界的神。帝释天的坐骑是一头大象，他右手拿着可以召唤雷电的武器，就像一尊勇士。另外，这尊佛像在史丁时代进行过修复，可以从侧面仔细观察佛像的鼻子那逼真的流线型线条，让人印象深刻。大日如来为了拯救众生，化身为各种形态，其中就包括慈悲的菩萨。我们面对大日如来的雕像，右侧的是5大菩萨坐像，正中心的是密教的佛陀金刚波罗蜜多菩萨，环绕在周围的5大菩萨，他们面带平和祥和的微笑，化解众生的痛苦，给众生带来欢乐，也象征着追求觉悟的修行者们。菩萨一词实际是指一种修行的境界。在佛教的10界中，天界之上是声闻、缘觉、菩萨和如来的境地。声闻表示渴望倾听真理之声的内心状态，而缘觉则表示追求通过一切事物认知真理的内心状态。
而菩萨则是指实践佛教教义的人。在弘法大师将这些佛像带回日本之前，日本还没有不动明王像。这些表情愤怒的不动明王在那个时代是具有革命性般的影响。这一座不动明王像也是现存日本最古老的明王像。细看明王那凶悍的表情，就像是在震慑敌人，同时也是在震慑众生的内心邪恶。明王努力拯救着众生，他左手手持绳索，用来束缚本能，右手的智慧之剑则是用来斩断本能。在明王的身后背负着一团燃烧的烈火。不动明王的4个分身分别是降三世明王、大威德明王、君图利明王、金刚夜叉明王。4尊明王中有数双手、数只脚、多个眼睛和多个手臂，他们环绕着不动明王。虽然姿态看上去威严，但他们却是佛和菩萨，也是大日如来的化身。